非同凡响，徐大师。我今天去跟那个杨大哥碰面了哈，杨大哥的签书会，然后我也遇到了 Jennifer 哈。希望你现在已经平安回到桃园。今天天气真的很冷啊，但是呢，我觉得蛮好的，蛮开心的。就是整个国际书展呢，今天是最后一天，那现场还是人山人海，所以看书的人还是很多。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跟 AI 和平共存？怎么样好好的运用 AI？那也让 AI 有一些好的 data 啊，data source 嘛哈，可以做分析，可以成长哈。其实就是我们要多写好，所以今天其实收获满满。那赶回现场嘛哈，所以钟其兄哈，今天实在太冷，就没有去签书会哈。嗯，OK，希望还有机会。好，因为今天杨大哥呢，不但签书，而且是应观众要求都直接签上大名哈。我们通常签书就直接签名字，但不会去有抬头哈。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觉得川普的天空覆盖底下，这些趋势、这些方向都照着我们所想的在发展。但是呢，台湾真的要赶快赶上了哈。我今天看到一个讯息，什么讯息呢？就是我们的经济部部长被记者问到，就是川普一再的点名我们基础电路的问题啊，我们的经济部长竟然说他已经计划要派我们的经济部的次长，要派人到华府跟川普的团队沟通了。要沟通什么呢？要告诉川普啊，台湾没有偷走美国的晶片。哎，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昏倒。当川普点名哪一个国家相关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总统或是总理不是飞奔而至，直接跟他谈。只有台湾哦，你派经济部部长去都已经很失礼了，你竟然派次长去，我觉得不用出发了啦。你是要去美国看那个超级杯吗？明天超级杯开打嘛，哈，所以明天早上7点哈，那中华电信的 MOD 的体育台就有哦，就可以直接看超级电路这样子。哎，你是要去谈判，你还是要去讲干话？人家点名你不是说你要去跟他解释台湾没有偷走你的基底电路，有偷没偷呢？这个故事已经这样写好了。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技术一开始的原始来源就是美国，没错吧？那台湾当然也有尽力嘛。可是我现在不太信任你，你的晶片为什么连 NVIDIA 的晶片都会流到中国去？台积电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你是不是要把基底电路通通都要移到美国来？不然我给你磕100%的关税。他其实是要你来谈判，他不是你跑去跟他讲你的理由，谁要听你的理由啊？你知道老板啊最讨厌听人家讲什么呢？属下开始解释，我是因为 ABCDEFG 这些理由，所以我才会犯错。我不要听你理由，我不要听你解释。我们以前当律师哦，我算是对律师、对实习律师这些，我应该是脾气很好的律师啦。但是我通常不会要他解释，把事情做好。我没有时间听你的理由，有时间解释，你还不如赶快把事情做好。你一开始就不应该犯错了，那怎么可能你还要跑去跟他解释呢？讲到这种事情真的很漏气，所以我不太爱讲。可是看到我忍不住，实在是，拜托，真的经济部，经济部长自己去都已经很失礼了，请赖清德总统亲自去，好不好？好，所以呢，今天有几个题目呢，第一个就是伊隆马斯克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他运用他的 AI，这个绝对有使用到 AI，速度才会这么快。就是几个年轻人写个程式，当然就很快的可以把一些财务 audit 出来，对不对？可是你把这些数字 audit 出来之后，他可能原来账就没有做清楚啊，归纳没有归纳清楚啊。那你说我抓到一笔弊案，这一笔怎么钱花在这个地方？那于是
我就推断你所有的钱都有问题吗？好像还不至于如此。但如果经过 AI 来分析的话，把 data 抓出来，AI 再进去分析，就可以很快的归纳出来你到底把钱花到哪里去。这躲不掉，对不对？躲不掉之后啊，我就好奇，然后张岩老师呢就去搜索了，哎，到底他们现在包括国会议员，我们昨天看啦、全程看那个十几分钟啊，说你这个钱拿去援助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有没有台湾呐、台湾是也是被援助的对象。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台湾到底被援助了什么哈？有台湾被援助了，而且台湾呢，原来我就说这几年呐、为什么台湾的所谓的性平这种题目这么的甚嚣尘上，然后变成一种主流的声音？你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你有不同的意见的话，他们其实很奇怪，怎么会有用不完的钱？然后媒体也站在他们那边，哦，他们有很多人在发声，明明他们是社会里面占的比例非常少，可是他声量非常的大。然后为什么蔡英文一路以来不管民意的反弹，强力的去推动一件东西，洗大家的脑？我觉得法律跟政府不应该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在社会的变革上面，不应该跑在社会的认知的前面。你说我来教育你，那其实就是在洗脑，你强迫的把一个观念塞到每一个人的脑袋里面，那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你认为你的才是对的，然后你强迫要别人改变。我觉得你可以去说服，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多元，我们可以接受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自由，但你不是强迫这个社会把法律改成没有夫妻、没有称谓，然后一定要你同婚要入这种呃，就是不同性别的啊，因为有同婚的存在，所以变成有一个异性婚。本来异性婚是社会的制度，然后因为有同婚，所以异性婚变成不正常。你要把所有的名词称谓通通都改变，这不对。你在霸凌，你反过来在霸凌另外一群人。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很纳闷，你号召集结一群人，这群人真的是因为他支持同婚，所以他集结在一起，然后自己出钱出力来做事吗？台湾当然绝对有政府的资源在后面，可是远远不够嘛。结果现在伊隆马斯克把这个源头抓出来的时候，一把抓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台湾到底分到了什么？我们应该在这件事情上面要谴责美国，这就是美国的深层政府。美国深层政府干了什么事情？这个也是蔡英文对于深层政府的投名状。什么是投名状呢？就是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成就，可是现在美国又往右边走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绝对会造成川普现在的整个团队认为台湾的政府整个是偏左的，尤其是民党政府。那我们应不应该要归正这个声音？我们要谴责美国啊，是你把这个东西强塞给我们的。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DEI 或是 LGBTQ 这个名单，到底哪一些单位拿到钱呢？你一定会觉得很惊讶哈。啊！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是感叹呐、有一个单位啊，他说他绝对不拿政府机关的钱，还写在他的呃整个章程里面啊。他的创立的章程在网上也有，就他拿了美国政府的钱。那就像以前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跟共产党一样的那种声音哈、来了就是说，哎，你只要批评中共，他就认为你拿了 CIA 的钱。啊，最好是有了。可是我们真的有人拿了这些所谓的 DEI 啊、USAID 的钱，哪些人呢？大家会不会好奇？看了真的是感慨万千。好，没有关系，我们来看这个网站呢，就是现在被找出来的哈，就是拿了 USAID，他弄了一个 foundation，弄了一个基金会，那个基金会叫做 Open Society 哈，这个 foundations 啊，然后他有一些钱给了谁，然后在这个网站上我们就可以去找啊。
输入一个台湾，那就可以知道台湾总共拿到了多少钱。那前前后后呢，至少这个记录上面总共有20笔，好，20笔哈。然后这20笔是给谁呢？这些名称哈，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名称，你看哈，光是看这些名称，大概不知道他是谁嘛。我们先看后面的这个钱好了，有12万美金的，有30万美金的，哈，然后还有10万、15万，其实也都不少哦。你看这边是25万，好，那是什么东东呢？哈，第一个叫做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什么啊？Face 联盟，然后再来是台湾同志 Hotline Association，台湾同志热线协会，好，然后再来是台湾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台全会，好，所以我们把它整个这个网页，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大家读起来看起来会比较快哈、哦。好，就是 Face 联盟、同志热线协会、台全会、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台湾清白计划，然后还有什么同志热线、觉醒基金会、同志热线，其实不止哈，这个总共有20项，所以我们可以看哦，总共有20项。好，之前的哈，还有2023年的哈，你看哈，台湾平权运动在去年2023年哈拿到多少钱？40万美金哎，40万美金乘以32哈，有1300多万元，是不是？哇，撒钱撒在这上面，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我真的很有意见的，是我们的事实查核中心。事实查核中心2023年啊，跟这个基金会拿了15万，然后呢，2022年拿了27.5万块。事实查核中心整天在干什么？保护蔡英文啊！他事实查核的东西都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谴责美国你的意识形态输出，然后你把我们台湾搞成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川普不能来怪我们，川普的团队也不能说我们台湾是左倾的国家哦，是你们左倾，你们左倾，然后撒钱在台湾搞左倾，就这样。所以你不觉得伊隆马斯克很重要吗？其实伊隆马斯克本来是微微偏左的，他是民主党的伪左的，他不是极左，他是微微偏左的。可是他现在请他的身家性命，他的全部的力气，要把他美国的整个觉醒病毒把它清除掉。那我们要呼吁一下伊隆马斯克，请你也把台湾的这些觉醒病毒清除掉。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就像美国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你爱怎么样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讲台语就是这拎到的代志，好，温刀不抓不干呐。你家的事，每一个人的自由，自由就是这个样子，你自己选择，然后自己承担。可你不要强迫每一个人要去认同他，我不要歧视他，可是我不见得要认同他。我可以保留我心中的想法，我不见得要欢天喜地的，然后还要帮你张灯结彩，不是吗？你不可以强迫别人怎么想，这就是法西斯哎，这是法西斯哎。有人说不能怪美国哈，自己国家没思想也是啊，就把别人东西拿来移植之后，什么都可以用啊。就像当初移植共产主义的，就觉得哦，原来的和尚会念经，就是牙优对白，别人在拜什么你就拜什么，超爱实验的。当人家说什么有机食品的时候，我们也来实验有机；人家要用科学农药或是科学肥料，我们来实验科学肥料。总之，自己没有自信是空的嘛。你是空心菜的时候，什么鬼都可以进来。这就是佛家讲的，就说其实人啊，就像沙漏一样，我们今天所思所想，突然有个念头进来了，那真的是你吗？不见得哦。因为人就像沙漏一样，周围的所有思想，它不断的穿透你。那你如果自己没有中心思想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判读了。
这个就是我们时时要有警惕的。那为什么没有中心思想呢？因为台湾虽然说看起来有这么多的宗教信仰，可是那真的是信仰吗？牙兄对白那不是信仰哎、什么王爷的信仰，什么妈祖的信仰，他到底中心思想是什么？他教化你什么？他教会你什么？不是嘛？我们通常去庙宇里面干嘛？拜拜祈求他保佑你平安，保佑你发财，保佑你事少钱多离家近，大致如此嘛，对不对？那这不是信仰。我认为真正的信仰是，就像我们介绍的先父纪念碑，它是有整套系统的。因为有信仰，所以我们在立足于天地之间，我们有勇气，我们不畏惧。明明害怕，我们也会向前行，不怕黑，不怕鬼。然后呢，因此有道德，道德上向内找，因此遵守法律。然后我们开始有教育，教育应该在父母的手上，而不是在国家的手上。应该是餐桌上的教育，孩子应该要留下来自己教。但我们在台湾受的教育呢，一直到你的大学毕业、专科毕业，你会觉得教育在权力在国家很正常啊。那我也是到了非常非常晚期了，就是在2010年代吧，我接触到一些美国的，就是他们鼓励要自学，然后认为说国家的一些补助补贴哈，给学校这些补贴，我如果是自学的话，我应该可以拿到这些补贴，所以有一些点数，用点数来计算。那我就觉得很纳闷，你自己要教孩子的话，会不会让孩子失去了一些跟其他的孩童互动的机会，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自学有那么多的科目，家长要怎么教啊？是不是可以完整的教他？那当我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才发现说，有很多的家长是担心害怕孩子到学校之后会被学校教坏了，而且去学校之后接触到的同学也未必会给他好的互动，甚至有霸凌呢，或者是说彼此有一些小偷小摸啊，那个互相影响未必是正面的。所以自学应该要被接受、被承认，但是自学在台湾比较少哈，目前还是比较少，而且整个教育体制几乎是不支持自学的哈。那现在川普呢要废掉教育部，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要讲说，这个法官突然禁止伊隆马斯克，那你不可以去看财政部的一些账目，可是很有趣的哈，我们可以来看现在的嗯川普的财政部部长，好，这个财政部部长呢，应该他的性取向，我印象中好像他是个同志哈，如果错的话，请大家更正我。但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哈，他说他支持伊隆马斯克的这样的一个斗局哈，这个斗局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一生中关于政府的审计啊最重要的审计，政府审计，他支持啊。可是你的财政部部长愿意打开门，让伊隆马斯克的团队这少少的人进来协助他怎么去 audit，整个去审计财政部已经支出的费用，以及这些项目多年来都花到哪里去？但是呢，民主党的议员呢、就跑到联邦法院去找了一个法官，这个法官已经70、80岁了，然后过去是支持什么堕胎非常强烈的一个法官，这个法官呢就用他的权限发了一个命令，说禁止伊隆马斯克的团队进去，不可以去看财政部的这些关键的敏感的资料。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个东西发出来之前呢，伊隆马斯克的团队已经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这个资料是让你匪夷所思，就是说他们跟财政部的人开会，已经发现了有1000亿美元每一年啊，那发给谁呢？发给了一些社会救助或是健康的补助哈，这个没有健保嘛哈，就是
有一些医疗的补助，那就是福利嘛。这些社会福利总共有1000亿美元一年嘛，发给谁呢？发给一些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Social Security，因为他们美国是一个不强迫要发身份证的人，然后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会有申请护照。美国有很多人事实上是没有出国的经验，这个国家够大，连跨州的行为可能都未必有，所以就不会出国。不出国你不需要有护照，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所以通常是拿什么东西当身份证呢？就拿驾照当身份证。那驾照的基础就是什么？你有一个出生纸，出生纸之后会有一个社会安全号码，社会安全号码代表你缴税啦、扣税啦，甚至你的社会福利、你的老人年金都在这个号码。每一个人终身都只有一个号码。好，所以当时呢，我是个留学生，那因为我要开车，所以我必须要考驾照。那考驾照之前就必须要拿到一个社会安全号码，所以我是有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就是一张薄薄的纸。那这个国家真的很有趣哦，那一张薄薄的纸哦，嘿，那个就代表了一切，很容易丢失啊。它甚至没有护背，真的就是一张纸，然后印出来，上面写你的名字，就一个号码这样子。好，这1000亿美元是发给一些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的人的账户。你就不管3721、21天作五，你就直接把钱花出去了1000亿。然后他说，他跟财政部的人开会的时候，财政部的人说，你认为他要财政部人判断，你认为这里面有多少钱是乱花的？有的可能是真的发出去了，有的可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他说可能有一半，他说在场的所有财政部的人都说，可能有一半是不知道把钱送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一年500亿美金是代表是多少钱啊？500，如果是算成台币的话，就等于是1000，现在是32嘛，哈，33，1650亿美元，1650亿台币，哎，这样大的一个弊案，然后现在民主党的议员阻止伊隆马斯克不可以去看这个东西。我有一个想法哈，这个是当律师的时候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说过哦，就是有些人失婚哈，然后来咨询。那我是不接离婚案件，因为我是制裁律师，所以这个婚姻的这个官司我是不打的，我也不会打，这是我不熟悉。但是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就这样，明明你的配偶已经在外面已经偷吃了，啊，已经不忠了，然后你告诉他说他不忠哦，那可能有后续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孩子的监护权啊，或是财产的分配啊，然后有想要的法律行动。哎，他不是去怪他的配偶不忠，他怪你告诉他真相，或者我们就这样讲好了，这个你的钱存在银行，然后银行把你的钱乱花，那你有一个会计师呢，就去稽核，稽核之后告诉你说，嘿，你的钱啊，被银行乱花不见了，你的账户的钱不见了。然后你对于这个会计师很生气，你在追打这个会计师，请法院发禁制令，不准这个会计师去银行查账。你不是叫银行把钱还给你，你是怪这个会计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啊。民主党这些人现在还有一些人去包围这些机构，然后站在那个大楼前面，就是说，那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啊？这栋大楼哈，现在川普要把这些机构关掉，以后这些大楼都会改挂牌，叫做川普大楼。真的是，他说川普要把这些财产都卖掉，他要把他这些财产一栋一栋都卖掉，就变通通都是川普的大楼，太有趣了，太有趣了。诶，有人算出来500亿美金是1.6兆台币，500乘以32，对，诶，后面三个零诶，后面三个零诶，然后再15，诶，1.6兆台币，诶，嘿，1.6兆吗？1.6兆台币，诶，我们现在一年的那个预算也不过是2、3兆啊，对不对？
还光是这样乱花就花掉了台湾1年的预算，太可怕了。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啊，他那个财政部长的，我不放声音哈，他就他就自己贴了这样一个他接受专访的时候他就这么说，就只给大家看一下影像哈。所以连财政部部长都拿他们没办法，你看这个深层政府有多可怕啊！这个深层政府有多可怕？这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叫做贝森特。他说，下面有中文翻译，Doge 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府审计之一。然后他说，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他们不是一群到处奔波的流动人员，他们的工作井然有序，可以带来巨大的节约，对不对？然后呢，伊隆马斯克怎么说？第一时间大家对这个事情都有反应嘛，哈，伊隆马斯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让我说大白话好了哈，这个 Doge 啊，这个 team 啊，跟美国财政部共同同意这些下面的这些事项哈，一样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好了，因为这个实在太方便了，把它翻成中文。他说啊，要求所有的政府支出都必须要有支出分类代码，这是通过财务审计的必要条件。这些部分内容经常是空白的，使得审计几乎不可能实现。所有付款都必须在注释栏位去写明，包括付款的理由。该栏位目前是空白的。重要的是，我们尚未对此理由做出任何的判断，只是尝试来解释这个付款是怎么搞的。结果呢，就不给我们看了。然后你把钱花到哪里去了？已知诈欺行为的实体、已死人员的名单，可能是恐怖组织的幌子人员，或者不符合国会拨款人员的这些名单。这些名单，这太长了，这些名单每周必须要更新，不是吗？好，我觉得这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哎，美国养了一群吸血鬼，哎，是不是？他说昨天呐、我得知目前每年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甚至没有临时身份证号码的个人支付的福利金超过1000亿美元。如果属实，这非常的可疑呀、然后每年500亿，或者是每周10亿美元，这是简直是疯了，必须要立刻解决，简直是疯了，必须要立刻解决。我觉得美国人真的好幸运，那已经发生这么多年这种事情，当然是很可悲、很可怜，对不对？纳税义务人没有一个人看过这些内容，你觉得光是查出这些东西，在2026年期中选举的时候，川普所带领的共和党会大胜还是会输？民主党这样搞，他永远不要执政了。这奠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2028年不管是谁选，只要是川普支持的人，一定会上，就这么简单。谁能省钱，这个是常事治国嘛？谁能省钱，当然是继续让他执政啊。那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国家看过执政党自己要省钱呢？执政者自己要砍预算，砍得这么漂亮，砍得这么好？就像阿根廷总统米雷，他提交给国会的预算是砍预算啊，哪里是预算每年都要增长？昨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参议员，他叫做约翰甘乃迪，好好记，对不对？哈，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们的人口成长在这几年只有成长多少？因为我们不生小孩啊，我们还包括这些移民，我们人口成长只有2%，可是我们的预算成长多少？55%啊！你看，连我们家的猫都抗议，不同意，对不对？对呀、啊，是不是这样？你的人口成长只有2%，你的预算成长55%，你是怎么成长的？这些钱就这样子，就是养了一大堆蠹虫、硕鼠，然后把整个国家住光光了，那个漏洞这么多。然后今天有一个人不计得失，伊隆马斯克又没有领薪水，然后今天说，因为他不是领薪水的，他不是民选出来的，然后去抗议说，伊隆马斯克不可以来看这些国家的机密资料。嘿，
请问今天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行政命令，然后会有一些什么叫做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跑到台湾来搞这些性平，搞这些推动多元性别平等，你来洗我们的脑，你拿钱来洗我们的脑，有经过我们同意吗？你们这些行政单位有经过国会立法吗？没有哎、是你们这些官僚体制已经是一两百年来形成的这个官僚体制，你们自己搞的、欸。所以今天为要清除这个不对的官僚体制，那所有东西回到国会啊，有立法有授权啊，不是你自己乱搞啊。所以为什么抵抗这么大，阻力这么大，然后都在骂川普，也都在骂伊隆马斯克。可是到目前为止，你平心而论，他哪一件事情做错了？我觉得大快人心，而且我非常羡慕美国。为什么？他们要砍掉整个部门，这些贪污腐败的部门就整个砍掉，整个停掉啊。我们不是，我们不管举出什么样的问题来，举出劳动部他滥用救安基金，一样是这么庞大的资金呢、到今天为止，有哪一个人出事？没有啊。霸凌的人出事了，被免职了。然后呢，你拿去什么开演唱会的，你拿去买媒体的，这些都真凭实据。那只有给你看2年的资料。那救安基金过去30年来，那钱花到哪里去了？一样，我们应该有斗局啊，应该要去看所有的资料啊。我们也有审计部啊，我们也有主计处啊，审计了啥了？之前不是说几天之内就要把所有东西审计出来吗？洪胜汉不是说要把钱追回来吗？你差人家差多少？当然，伊隆马斯克他们现在不是没有主力，所以暂时因为法官的禁制令，他没有看，没有办法继续去查财政部的资料，怎么样呢？财政部长可以继续查，伊隆马斯克不能看而已嘛，财政部长可以继续查，所以他现在转身，华丽的转身。那我现在先去查教育部，他接下来还要查什么？国防部。然后现在国防部长也说了，他希望能够在彻查之后，他们能够第一次，就是7年来美国国防部的预算没有通过审计，哎，他们希望能够第一年啊，这是第8年，在7年以来哈、可以第一次通过审计。那当然要砍很多嘛。所以光是伊隆马斯克成功的帮川普所省下来这些钱，他就可以补足他想要做的事情了。他想要减税，企业也减税，个人也减税，然后促进经济，让制造业回流，那怎么会是梦呢？所以在去年我就说，凭川普的实力以及他过去4年的经验，还有4年的观察，4年经验4年的观察，他现在到今天为止，他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情出错，连讲话都非常的精准。然后他又有 AI 的帮忙，对不对？协助，对不对？那他分析跟抓资料，那更准确了。以前好像瞎子摸象，他不知道你们这群人该搞什么。今天真的要抽干整个深层政府的沼泽，我先抽干你的资金来源呢、这一招真的是太准确了，太精准了，把钱给抽干，你就没戏唱了，就这样子哈。所以你说一个法官，单一的法官就可以禁止他们继续查下去，做不到。后面当然会有一些法律战，然后你就告伊隆马斯克，他也不怕你告他，他是世界首富，他还缺律师吗？不缺。那最近最好玩的就是说，那民主党在国会里面又要再次弹劾川普了，理由就是川普跟伊隆马斯克在搞什么，在搞独裁。这本来就是川普的行政权利，他爱授权谁去做什么事情都是他的权利，他不见得要把这个人把他通通都并到联邦的体制底下领薪水，每一天要上班朝九晚五，这个人才可以工作，不需要，从来没有法律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你到底要弹劾他什么啊？很有趣。那明天呢是美国的美式足球的超级杯啊，就是决赛。
那川普呢，是历年来历届的总统第一个会去参观，会去看超级杯的哈。所以明天大概维安的问题啦，然后也会非常的精彩。所以你看，川普不但创造了他节约，对不对？省钱就是创造机会嘛，省钱就是创造钱嘛。所以我们到底房子需要有多大，就看你房子里面堆了多少废物啊。你的废物越少，你的房子就越大。不然的话，你是住一两百平的房子，你也会住到住不下，就这样子，对不对？所以省钱有效能，然后呢，它真的是免费广告。当他说他要去超级杯的时候，不熟悉美式足球的人，譬如说是我，我就会想说，哎，那超级杯现在今年是谁跟谁在决赛？就查一下嘛，他的免费宣传的效率有多强？他摸一下动一下，就像伊隆马斯克，他推文如果转推谁的推文啊，不得了，这个人的跟随者就会暴涨，一下子就出名了嘛。水涨船高就是这样子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好，所以现在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快要怎么样，250周年庆了。所有人也都知道，这个史上最大的一个世足赛什么时候举行？2026年举行。然后美国要再次举办奥运，什么时间呢、2028年，这都免费的宣传啊，不是吗？他只要一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了。然后他现在讲到乌克兰的稀土，那所有人都知道乌克兰有稀土。讲到格陵兰，讲到巴马都一样，他一点名就出名，出手非常的精准。而我之前有说过，我整个观察下来，我觉得川普要把中共放到最后处理，因为有些人吃饭啊，一盘大菜上来，他会先把 side dish 吃掉，不会先把他最喜欢的那个最精华的部分吃掉。比如说你去吃鱼翅大餐，那先吃其他的东西啊，最后端上一锅热腾腾的砂锅鱼翅大餐，最后才吃那个，不是一上来你就吃鱼翅啊。好，来一碗鱼翅漱漱口。所以一个鹅肝牛排，你是先把鹅肝吃完，才慢慢吃那些你不喜欢吃的东西嘛？有的人真的这样吃饭，所以看一个人吃饭用餐的这种礼节啊，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那我觉得台湾是要他是准备留在最后吃的一道菜。那为什么我们要派一个次长去跟川普谈判？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不要再说了，说我会发疯哈，会非常的生气哈。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好，然后我们昨天不是在说嘛哈，那个川普在讲那个男人不能参加女人比赛嘛，那我就很好奇，就是现在的奥运主席啊，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什么样的一个看法？结果呢，他吭都没吭一声，他只有非常正面的说什么呢？说他相信川普是一个打从心里面的运动迷，他是支持运动的，所以期待2028的奥运还有世足赛呢，在美国都可以办得很好。他就不谈这个话题。那川普是希望说奥运能够遵守，能够让男性可以不要去参加女性的运动赛事。那就看奥运整个奥委会会不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则，就重新检视怎么样判断确认女性是女性，男性是男性，或者另外再举办一个就是变性人的比赛，让你有额外的项目，这也是可以考虑的嘛，哈。好，然后呢，台湾反川的声音哈，我们从刚才那个 Doge 抓到的，到底这些国际开发署把钱给谁了？有一大笔钱跑到台湾来嘛？那这些人呢，我真的觉得应该要怪美国。美国不是一个集合名词嘛？哈，它包含各种元素，它包含左倾的、极左的、右边的、中间的都有。可是这真的是美国给的钱嘛？所以我觉得川普不能怪台湾啊，台湾应该要怪美国。
但是川普不能怪台湾，这不是我们发动的，这从头到尾不是我们发动的，包括这些理论以及他们互相隔海唱和哈，这也难怪台湾有这么多反川的声音。所以这个川普应该要理解，台湾反川的声音的整个经济的资源可能都来自美国。那谢谢你把这些资源给断了，连台全会都拿到钱了。大家有看刚才有看到台全会的名字吗？连台全会都拿到钱了，我们台湾是没人权吗？再看一次哈，包括台全会，台全会在2022年的时候拿了多少钱？很多呢，34万，等于是1000万美金呢。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台湾反抗文化运动，反抗文化运动，你这个是，如果你教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反抗中共，我们要怎么样跟美国诉求，就是说台湾应该要有一套自己量身定做的宪法，台湾应该要著名自决，我觉得还有点道理。你今天大事不做，都搞这一些毛毛雨的事情，我真是不能理解。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对美国抗议的。这个你们自己酌情啊，酌情到搞到全世界去散播，确实是如此啊。就像台湾的劳动部要去搞一个移工来台湾要怎么怀孕，这个移工怀孕手册、母婴手册，这移工的母国也抗议啊。那你在搞什么？我们的国民到你的国家来工作，不是来生小孩的。你们要生小孩，你们鼓励自己的国民生小孩，不要鼓励我们的国民生小孩，因为你这样搞会造成我们后续的社会问题。你一个孩子生下来，非婚生子，有很多是非婚生子，因为他是孤身一人来台湾工作啊，不见得配偶都来啊，配偶都来也不见得有见到面嘛，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工作。那很多是单身赴任的，在家乡已经有先生有小孩，然后你鼓励他来那边生产，你是适合居心，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今天看到这个整个这个数字都还蛮惊人的。然后事实查核中心这个基金会竟然就这2年还拿到了27万、30万美元、15万美元，我觉得真的是匪夷所思，真的是匪夷所思。美国为什么要这样来影响台湾？正面不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们要抗议，真的。然后也要谢谢伊隆马斯克把这些数字他那个查出来，你下去笑死人了。你们怎么可以来别的国家搞这个事情呢？而且你真的把我们当做属地，如果真的把我们当做属地的话，也不错啊。那加拿大已经是51州了嘛，哈，那是川普的意见了，那我们应该就是52州啊。可惜我们有鸟农公投，所以我们连这个东西都不能投，实在是好。然后我昨天说了哈，我们今天应该要继续来谈转列时刻的第3集，其实就是在抓这个匪谍，在抓共谍，包括苏联的渗透，对不对？因为苏联的渗透，所以美国的核子弹、原子弹这些资料才会落在苏联的手上，最后不得不恐怖平衡，所以就开始了核武的竞赛。然后扩散出去之后呢，有很多国家像中共，想当然尔也是从苏联手上才能够拿到核武的技术，然后自己在研发，然后自己在生产，所以变得全世界都笼罩在核武的战争的阴影底下。那一旦爆发核战，会发生什么事？美国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模拟哦，就在这个转列时刻的第3集，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如果说美国为了要自保，所以反攻俄国跟中国，以中国跟俄国为核武的攻击点，那主要的几个城市都要投递攻击嘛，哈，核弹。那第一个月会有多少人死亡？他们以月来统计，然后起跳的数字是多少？
是2.5亿人，所以第一个月直接攻击死亡的人会有2.5亿，第二个月呢就要看那个风向往哪里吹，所以因为是在俄国，对不对？所以风向如果往欧洲吹的话，整个欧洲会再有1亿人死亡。然后在亚洲呢，因为攻击的对象是中国，所以像日本啦、韩国啦，或者是中南半岛，看风向，那可能会再有1亿人死亡。所以加加减减会有多少人死亡？就是在当年的年底啊，这个死亡的人数会逼近8、9亿，那真的是很难想象哈。那还没有加上，就是说，如果这两个国家反击，那在美国本土，如果这个核弹打得到的话，会死掉多少人？那这样变成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变成是一种制度的陷阱。这种制度的陷阱造成我们在毒害这个土地。这通常就是一旦核战爆发，这个核污染要多少年之后才有办法清除？那不是1年2年的事情啊，不是50年100年的事情。所以就发展了后来有一些像 CIA 啦、格别乌啦这些情报的组织。为什么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我们要去调查别的国家在干什么？变成有这个必要。可是最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原因在于苏联的斯大林，原因在于苏联的斯大林哈。否则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说，啊战争都已经结束了，他并不想要维持这些情报机构。所以 CIA 到最后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是在1947年，因为当时还是有很多人，几个关键的人物认为说，我们必须要坚持把这个机构保存下来，因为苏联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然后从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跟乌克兰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乌克兰的反抗组织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在苏联的统治底下，他没有真正的统治过。苏联一直有反抗组织，然后美国也一直透过像 CIA 这样的组织在支持着乌克兰，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作是非常久。你看，从1947年到现在，都已经快80年了啊！所以整个这个影集呢，我觉得非常精彩，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哈。有一些影集在 Netflix 上面不见得会一直播。好，那明天呢，因为有超级杯啊，如果家里有 MOD 的，或者有一些有有线电视系统的，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我不知道啊，但是至少中华电信的 MOD 的体育台应该是有的。明天早上7点直播超级杯啊，我不会看美式足球，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打的，什么几分位几分位，我没有一个球星是认识的啊。球赛对我来说是这样子，我还看棒球啦，然后看得懂一点网球，但是美式足球我是看不懂的。不过明天也许会来看一看哈，因为川普会去嘛哈，这是川普的广告效应。好，然后我们就回来看看50分了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大家的留言哈，怎么样？今天看看事实查核中心哈。好，有人说到台全会啊，台全会，嗯，台媒不报哈，安静无声，继续黑川，这些花费真的太扯了啊。好，然后视察中心是不是大家都对他，大家都有目共睹嘛？他到底查核了什么？他不过就是一个政党的执政党，还不是政党，执政党的传声筒嘛，不是吗？它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啊。嗯，然后座头是说51州本来应该是我们，川普已经说了51州是加拿大，人家现在是总统，没有办法。
好，然后台湾有一群人一直把资料往对岸送，的确如此哈，我们这个漏洞也非常的多。然后死刑哈，死刑的执行是不是？嗯，死刑的执行，死刑大家各有看法啦。不过台湾社会现在还是支持死刑的啊，川普也是一个支持死刑的人哦。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转捩时刻，非常重要，就是当他在抓匪谍的时候，抓共谍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黑暗面哈，就是我们讲到马歇尔主义，事实上他没有真正抓到哪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匪谍，可是呢，曾经执行死刑是对于一对夫妻，就是在曼哈顿计划的时候，他们是在曼哈顿计划里面的一对夫妻在里面工作。然后被认为是泄露整个原子弹的机密的资料给苏联当时的苏联的帮凶，竟然被判了死刑，而且当时的死刑呢是做电椅，那是非常残忍的哈。可是尽管他们有2个小孩，而且都很小，最小的才6岁，然后哥哥大一点，大概8岁，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对夫妻还是坚不吐实，也不说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共犯。到死前，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啊，他们不断的把孩子送到他面前说：“你们如果被判死刑，不交出共犯的话，这2个孩子将来就要被别人领养。”啊，这对夫妻呢，非常的年轻，到最后就是在被执行的那一天，哈，夫妻2个人呢，共处了在被关在隔壁哈，就相处了一段时间，然后珍惜最后的相处的时刻。然后先生先被执行，很快就死了。可是这个太太呢，被执行的时候，因为所谓的执行的失误，她算错那个电流了，所以第一次把她电击的时候，以为她已经死掉，所以把她身上这些东西都拆掉之后，发现说她还活着，只好再把她绑上去，再加重电流，再把她执行一次。这真的是太不人道了。我甚至认为说，你如果执行错误的话，应该就让他免死了，而不是再把他电击一次，非常的可怕。那可是人类有这样的一个愚蠢跟错误，那也导致就是说，我们之后是不是可以了解，我们要不要这样子来对待另外一个人类？是不是有其他可以处理的办法啊？而不是因为你看过死刑执行的人哈，你就会知道说，即使是一个罪不可恕的人，你是不是让他跟社会永久隔离，对他是更大的惩罚，而不是直接把他枪毙了？在台湾呢，我们在律师受训的过程中哦，一定有一个行程就是去监狱参观但我们很年轻，我们从来没有接过案子。去监狱参观的时候，会去一个地方，就是他枪击死刑犯的现场。我们真的在那个现场看过哈。那个现场呢，就是有一个台子，就是检察官最后做人别讯问，他就会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他还能站着，大部分死刑犯要被执行之前呢，已经手软脚软了哈，都没有办法站着。然后要做他的人别讯问，你是不是谁？你生辰年月日，然后身份证字号，然后确认他是谁之后，有些人照他的意愿，如果他愿意被打一针这个镇定剂啊，那有的人觉得我慷慨赴死，就是不打镇定剂，最后的遗言。然后呢，就是有一台沙子，那个沙子大概就是两张，大概2张双人床那么大，然后在那个沙子上面会铺一床棉被，然后让那个死刑犯呢面朝下趴在那个棉被上。为什么？你不要让行刑的人觉得跟他眼睛对眼睛，会对于执行的人会有很大的心灵的伤害。然后他趴在那个棉被上面，法医会上前去测量他的心脏在哪里，然后在他背后做一个记号。
因为有的人可能心脏偏离啊，到时候你可能要补几枪都没有把他杀掉。所以画好记号之后，那行刑的人，啊，现在是行刑官，以前叫做刽子手，就上前抵着他的背后，直接一枪。那因为有大量的血流出来，所以内床棉被就是为了让他的血可以被吸走。然后呢，那为什么是沙地？就是也是一样，那个血如果溢流出来，沙地比较好处理。你如果看过这样的过程啊，你还会支持死刑的话，我觉得也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大部分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悲悯的心情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社会的过程吧。哈，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台湾的社会。那所以你要跟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意见逆流而行的话，是不太容易的啊，这是一个过程。好，嗯，哦，周楚除三害有这一幕吗？嗯，这个电影我没看啊，我没看。有一些压力比较大的哈，有一些思考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呢，我通常要想很久我才会去看哈。好，那今天时间就到这边哈。明天呢，明天呢，我们继续谈这个电影哈。这个电影我们真的可以每天就是谈一个部分哈，谈一集一集这样把它完成。然后，川普让人家真的是目不暇接，所以我们明天可以来谈谈超级杯。然后有太多的新闻要谈了。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要谈 AI 哈，今天还是谈不了。对不起，我继续延哈，延到明天谈 AI。就是为什么伊隆马斯克说这个 DeepSeek 是 DeeperSeek 的原因啊？我们明天来谈好了。好，那就明天见喽，拜拜。